大家好，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爱死亡机器人》的第一季第一集。影片开始讲述的便是未来的世界，这里的世界除了科技更加发达，基本上和荧幕外我们的现实世界一样。城市中心繁华绚丽，终日不眠，城市外围却一片死寂。由于科技的发达，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基因科技创造生物怪兽，并且拥有了可以控制怪兽的神经系统。所谓娱乐至死，未来的民众即使生活在科技的时代，一样热衷于观看原始且残酷的斗兽厮杀。镜头一转，桑尼开着卡车运送自己连胜17场的食肉兽到竞技场，准备参加下一场斗兽决斗。桑尼的食肉兽被运送到桑尼团队的休息区，例行检查设备和怪兽的健康状态。可是当他们刚到自己的休息区，便遇到了已经等待多时的竞技场老板迪科。老板开门见山地提出给桑尼50万美金，要桑尼打假拳，从而输掉这场比赛。桑尼听后果断地拒绝离开。桑尼的同伴气愤地告诉科迪，桑尼1年前被一个帮派的人抓去强暴，并在他身上残忍地刻下了帮派的标志。如今的桑尼来参加怪兽决斗，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复仇。他要用自己的愤怒将一个个前来参加斗兽竞技的帮派成员打得满地找牙。比赛的时间到了，桑尼和他同伴再一次踏入充满血腥的竞技场。在全息投影的解说员介绍下，桑尼的团队登场。由于17场的连胜成绩早已使他们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斗兽明星，这次他们的对手也很强大。出场的是一个体型壮硕、满身布满了坚硬铠甲的猛甲兽。在解说员介绍完参赛双方后，一声 Are you ready？ 双方都通过精神系统连接好了自己的怪兽，即将展开血腥的厮杀。桑尼的食肉兽体型纤细，行动十分灵敏，左闪右攻，开场就将行动笨拙的猛甲兽揍了个驴打滚。而对方的猛甲兽虽然行动不如桑尼的食肉兽敏捷，但是它体型壮硕，表面又覆盖了一层坚硬的铠甲，即使被食肉兽的利爪多次攻击，它强大的防御能力依旧没有使它落入下风，并且利用自身的力量一拳砸在了食肉兽的身上。这一拳让桑尼知道了对手力量的可怕。桑尼不敢大意，控制食肉兽，使用了他的绝招，将食肉兽锋利的尾巴散开，像九尾妖狐一般调整好自己和对手的距离，利用远程攻击和速度的优势攻击对手。桑尼的战斗策略也相当的成功，自身迅捷的速度和锋利的尾刺将猛甲兽的每一个动作都牢牢地控制住，并趁着空当利用自己的尾刺一次次地对猛甲兽攻击，将对手打得相当狼狈，并娴熟地使用格斗技巧直接扯下了猛甲兽的左手。似乎战斗到现在，猛甲兽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可是当食肉兽拎起猛甲兽的断臂时，桑尼和他队友都发现猛甲兽的手有些不太对劲，便猛然转头看向猛甲兽。这时猛甲兽左手的断口处居然藏着一柄锋利无比的骨刀，桑尼便立刻警惕了起来，直接操控食肉兽的尾刺向猛甲兽再次发起攻击。所谓武功再高也怕菜刀，猛甲兽这次面对尾刺便挥起左手的骨刀，直接将他的尾刺砍断，一下子使得战局瞬间扭转。原本占尽优势的食肉兽瞬间便失去了强大的尾刺。被斩断尾刺的那一刻，食肉兽和猛甲兽的表现完全不同。猛甲兽受到攻击没有任何的痛感，似乎它只是一部强大的生物机器，没有任何知觉，只是为了战斗而存在。而食肉兽不同，它似乎能够感受到剧烈的疼痛，这使得它被断去尾刺时异常痛苦，以至于瘫倒在竞技场中。失去武器的它面对强大的猛甲兽，没有了刚才战士一样的姿态，而像一个束手无策的小姑娘，等待着暴力的降临。恐惧使得下意识要逃跑，可是生死的战场怎么会随他的心意？猛甲兽布满后甲的右手一把就把食肉兽按在竞技场的围墙之上，左手的骨刀毫不留情地捅进了食肉兽的身体，钻心的疼痛一下就占据了食肉兽的身体。此刻的食肉兽似乎犹如1年前被利用的桑尼一样无力反抗，可是如今的桑尼早已不是从前的弱女子，她的愤怒使她在生死之际清醒，即使是死她也不再屈服。桑尼操控食肉兽的身体，一瞬间用自己的尾巴缠紧了猛甲兽的身体，一下子猛甲兽的胸膛露出了空档，食肉兽将包裹在自己头部的甲刃撞进了猛甲兽的身体之中，
这一次，桑尼不会再给对手任何机会，不光断掉了对手与猛甲兽的神经联系，还一把扯下了猛甲兽的头颅，使对手的怪兽彻底死透。最终，桑尼获得了连续18场的胜利。桑尼和他的伙伴回到了他们在场休息区。这时，有人悄悄走进了桑尼食肉兽的休息区。桑尼看到有人进来，便悄悄跟了过去。走近一看，原来是迪科身边的小美人。桑尼看着小美人，便问她为何要跟着迪科这种恶人在一起。小美人告诉桑尼，她是为了安全，并表现出对桑尼的爱慕。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虽然她也是女人，但她同样喜欢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孩。桑尼也渐渐地步入了小美人的温柔乡。正如他刚才所说的那样，每个人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正在桑尼和小美人亲热的时候，小美人柔软的右手划过桑尼的下颌，指尖突然弹出了锋利的尖刀，自上而下直接贯穿了桑尼的头颅。小美人的笑容也不再那么柔和，带着冷酷的表情，引出了躲在门后的迪科。这一切原来都是迪科设计的美人计。为了报复桑尼的不配合，小美人顿时也没有了刚才的可爱，狰狞地踩烂了桑尼的脑袋。但是受到重创的桑尼本该断气，可是他倒在地上，仍然说这还不够，顿时引起了迪科的警觉。迪科问：你是什么怪物？桑尼便告诉迪科，此时的身体只是一具生物的组合件，并通过神经连接来控制的人形机器。原来桑尼经过之前的强暴后，脑袋也被帮派的混混打烂。桑尼的伙伴将桑尼的意识装入了食肉兽的身体，现在的食肉兽才是真正的桑尼本人。所以每当别人问到桑尼为什么会获胜时，桑尼总是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是恐惧。是恐惧使得桑尼对胜利有着更加执着的信念，因为他的每一战都关乎着他的生与死。不断地在生死中磨砺的桑尼又怎么会轻易地输掉？桑尼此时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小美人，接着用自己得意的尾刺武器卷起了平日高高在上的竞技场老板迪科。桑尼带着嘲讽问迪科，对死亡的恐惧你感受到了吗？ Are you scared now? 影片是由 Netflix 出品，由 Tim Miller 和 David Andrew Leventhal 监制的成人短片集。每一集都由不同的导演以不同的形式来讲述一个短小精干的故事。短片用 CG 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未来的人类世界。短片的内容核心是恐惧。桑尼自从被强暴后，身体被毁，自己的意识被装入了食肉兽的身体。每次他迈入竞技场，都是为自己的生命战斗。他带着对生死的恐惧，对黑暗的帮派势力进行复仇。然而，恐惧就成了他最大的优势。不论遇到怎样的强敌，他都保持着对生命的执着，拼尽全身的力气与死亡战斗。桑尼的这种优势，何尝不是我们现实中英雄们也同样具有的？他们和我们大家一样，也同样是凡身肉胎，他们也有父母，有妻儿，他们也同样恐惧死亡，恐惧强权的威胁，恐惧邪恶势力的残害。但是他们依旧带着这份恐惧，为自己，为人民拼尽全力，对抗世间的不公和邪恶，更有甚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是，在一次次的反抗下，建立了世界的文明秩序，建立了人民对自由平等的人类共识。什么是英雄？这就是英雄。他们不分年龄，他们不分性别，他们最终将被世人传颂。他们也拥有恐惧，但是却能够很好的利用恐惧，将自身的恐惧作为自己行动的明灯。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刺目的强光照向哪里，让强权和邪恶无所遁形，最终总是能够像桑尼一样，将邪恶撕得粉碎。当然，现实总比电影更加精彩。然而，现实中的恶魔不会像电影中那样那么的显而易见，他们对人民的剥削、践踏，但是总是披着一副伟岸且善良的外衣。他们一边让世人们相信他们所撰写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一边又让人们信奉他们为神，世世代代顶礼膜拜，供养他们及他们同样邪恶的子孙。此时此景，即使是温和处物的佛也看到，如此的厚颜无耻，也一样会大发雷霆。最后，黑叔希望荧幕前的观众多思考、多阅读，看待每件事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判断，不要被邪恶的个人和组织用什么爱国爱碗的名义去利用。我们需要爱，
但我们要爱的是自己，是家人，是千千万万善良的同胞，以及同样拥有爱心的世界人民。也请您相信，这个世界绝对有神佛的存在。您的善最终会成为通向幸福的阶梯，您的恶最终会成为您踏入深渊的捷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当您看到那些为人们抗争的英雄们时，您可以远远的观望，也可以带着不解和怀疑，但请您不要带着冷漠去挖苦他们，不要做助长邪恶气焰的那一丝丝星火。世界的变化太快，刚刚写完了这部影评，世界就已经卷入到了即将大变的局势。中国的新冠病毒席卷了全球，正在恶化。此刻，沙美俄三国的石油价格战又将卷起新的金融海啸。看来2020年注定不是平凡的一年。在此，希望大家有足够的储备，保重自己和家人，希望众生行善，希望在未来人类能够踏入真正的大同社会。黑叔下一期影片将带给大家更有趣的电影评论，喜欢影片的观众请点击订阅，不要错过。